大家好，这个月的悲剧连场，愁云漫场，让人多少有些郁闷。看着鲜肉塌房，看着资本泡汤，不知道您作何感想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好看，一个是紧张，一个是随便。看看您的心态是不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普遍的心态。有些真爱的粉丝不禁担心起2个顶流的艺人，一个赵丽颖，一个王一博，在社会主义铁拳四处出击的时候，他们是否会被误伤到？如果您也这么担心的话，说明您内心的爱也是有相当分量的。然而，您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呢？那就是这个花名赵小刀的赵丽颖，为什么一路都那么招黑，一路都被人不断的狙击，就一直都不断的乘风破浪，遇难成祥呢？同样，王一博的天然招黑体为什么也照样拖不垮，打不死呢？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能无畏挫折，积极乐观。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无论大家的日子有多难，生活有多灰，您或许都想不到的是，这个学历不高的苦孩子出身的赵丽颖，这样能在最艰苦的日子、最难熬的岁月里，天天都在努力操练的一种普通人都懂得，但基本上又都做不到的，大道理都晓得，却又没有人做得好的生存的小妙招。这个小妙招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实际上很难，因为它需要每个人首先要放下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的定式，暂时扔掉个人得失的计算方式，否则只想着现在，就根本无法收获未来。而且明白这个生存小妙招超级的容易，但要做到的话，就必须首先把自己放到最低的位置，否则高高的心态压根儿就无法做得到。有趣的是，这个生存小妙招永不过时，它貌似一个枯燥乏味的机械动作，但它却无时无刻的不再输送着能量，激励着人生，编织着盼望，燃烧着生命。赵丽颖从群演到顶流，从被黑到飞扬，几乎每天她都不曾放弃过这个让生活添色，让生命发光的小妙招。可以看得出，这个小妙招让那个坚持操练的人每日都能精进，不断强大，从里到外。那么这个生存小妙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让我先来讲一个例子吧，或许您听完就有自己的答案了。话说赵小刀出名之前，也就是籍籍无名的群演路上摸爬滚打的时候，也就是他在2011年在古装剧《新还珠格格》中所饰演的一个相当亮眼的晴儿的角色，因此亮丽的他开始引起部分观众的好奇心和注意力。于是有当地的电视台熏众要求，想对整部剧的周边演员来一次大包围式的随机采访，当然也包括这个引发不少好奇心的赵丽颖了。因为是花絮集锦，所以即便临演也有1分半秒的发言的机会，被抓来发言。当时无论戏里还是戏外，这个稍显稚嫩和单纯质朴的赵丽颖，就算扔到跑龙套的群演当中去，也依旧是个最抢眼的那一个。所以这个外表漂亮、特别谦和的女孩子，自然也逃不过录制采访人员的火眼金睛，也被抓进了镜头的面前。有意思的是，您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当时赵丽颖的反应是如何，以及镜头对准她的那个录制人员的反应，场面异常的有趣和笑场。话说这个赵丽颖在电视台采访别人的时候，她就插着手在一旁静静的站着和听着，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古灵精怪的小表情特别的可爱，
也特别的认真，明显他是在偷偷吸收和学习着别人在镜头面前的各种谈吐和应对。有意思的是，抓到他来采访的时候，他居然很抱歉地笑了笑，并满怀诚意地自我解释说：“我不怎么会说话。”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把这个赵小刀真的是十几年来都不曾变过的真诚和真实，都妥妥地展现了出来。要知道，他直到现在还一直都是那么的真挚和诚恳，没有一点矫揉造作、人设套路的水分。更精彩的还在后面。要知道，电视台也是个精英汇聚、藏龙卧虎的地方。当时负责采访的老师傅，也是个扛老式摄像机几十年的老油条、老江湖了。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关于赵丽颖的小插曲，说的相当的带感，也很意味深长。他说，那天的采访感觉活见鬼了。一般搞这种不入流的街边的采访，花絮的集锦，碰到这类龙套群演，特别是有点名气的38线的小演员，个个都会抢着出镜，甚至大打出手，说的也都是不着边，基本上都是七嘴八舌、嚼舌头、胡扯白咧、没由头。总之都是咋咋呼呼的，巴不得一句话就能爆出3个瓜出来。因为群演很杂，三教九流都有，结果偏偏就这个赵丽颖让他特别的抓瞎。因为他在戏里面非常的靓丽抢眼，结果在戏外面却如此的腼腆和内敛。这个老江湖当时就感慨说，这种人在娱乐圈要么就火不起来，要么就肯定大火。这让我想起了《史记·华辑列传》中提到的那句振聋发聩的千古的名言，也就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只能说，这个电视台的老江湖眼力劲儿可是真狠真毒。当时就能一眼看穿了赵丽颖藏在腼腆和谦虚背后的真正的实力。说到这，您看出来这个阅人无数的老江湖是怎么看出这个实力不凡的赵丽颖的吗？他又是为什么会发出这种睿智的感慨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写下自己的社会的经验和个人的感触。回看赵丽颖的一路的走来，虽然貌似起起伏伏，黑云密布，跌跌撞撞，浑身是伤，然而奇妙的是，她没有怎么跌倒过，而是风越大，它飞扬的就越高，浪越急，它的水花就越大。这真的是完完全全离不开他这个伴随他一路登顶的生存的小妙招了。也就是说，你当时还在充当群演的时候，如果收敛不住你的霸气和锋芒的话，或许你一早就会被当时江湖地位比你更高、比你更强的人给掐死、给碾死、给挤兑死。人的实力越强，反而越能收敛光芒的话，他上升的阻力就小得很多了，上升的路就顺畅的很多了。顺便提一下，张哲瀚就是跟他的老板赵薇一样，锋芒毕露的早了一些，所以在顶流上升、风头火势的时候，被人一举推了出来，被打靶、被射死了。娱乐圈的乱象现在有，10几年前更加有，只是小确幸的是，通透的赵丽颖一早就顿悟了江湖的险恶和生存的妙招。怎么样，这个万年好使的生存的小妙招，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呢？又是不是感觉很难做到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大条的道理谁都懂，做不做得到就另外一回事了。说实话，要做得到的话，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人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心态也会随之而调高了，很难放得下来。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类的通病。所以我说，要想做得到的话，首先要放下自己习以为常了的思维定式，暂时扔掉个人得失的计算，否则只想着现在，
就根本无法收获未来。而且明白这个生存小妙招超级的容易，但要做到的话，就必须首先把自己放到最低的位置，否则高高在上的心态压根儿就没法做得到。也就是说，取得了一定的江湖地位之后，想要继续使用这个生存小妙招，就必须得把自己的心态重新调整回到10年前甚至20年前，否则根本就做不到。让我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会说：好戏不膨胀，幸运在远方。所以大家看到了赵小刀拙嘴笨舌的一面，却看不到他聪明内敛的一面；当大家看到了张哲瀚锋芒毕露的一面，却再也看不到他蒸蒸日上的明天了。这就是娱乐大江湖的险恶了，也是为人处事的哲思了。赵丽颖在黑粉的眼里，没学历，乡村，很傻，很笨，很天真，其实都无妨，也无大害。只要不会上纲上线到社死的国家的层面，其实都无妨。反而这些抹黑的色彩，有时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特别是乌云盖顶的时候，就像变色龙一样，在大自然中能够繁衍生息亿万年，依旧可以生生不息，不死不灭。对于娱乐圈当中打拼挣扎的任何的大大小小的明星而言，这个小妙招既是通用的，也是不通用的，既是没有难度的，也是超有难度的。因为难度就在于心态、恒心和定力。赵丽颖能够轻松做得到，因为她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是底层的心态，即便到了现在，她还能轻轻松松的从顶流的心态回归到那种依旧底层、依旧平和的心态。无论娱乐圈还是我们身边的职场，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存的小妙招，您觉得容易实践吗？可以灵活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吗？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容易，一个是太难。如果您的社会地位特别的高，我就特别想听听您的想法和观感，多谢您的参与和赐教。不得不提一下的是，我在赵丽颖身上所看到、所总结出来的这个亮光和智慧，同样我也在这个少年王一博的身上看到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呢？如果您没有看到的话，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踊跃的留言。如果留言超过15个的话，都在说王一博身上真的看不到，那么我会另外开篇为您举一个更加生动的例子，欢迎您踊跃的参与。我自己有一个特点，我只佩服那些行出来的人，却从来不佩服那些吹出来的人。因为无论你吹得天花乱坠，一辈子也拿不出什么干货和成绩，这样的人生就等于一个硕大的斑斓的气球，看着好看，一捅就破，毫无半点的价值。所以您如果也跟我一样，欢迎您一同加入点亮烛光、做光做盐的队伍当中去，一路同行，照亮前方。我佩服赵丽颖、王一博，是因为他们用行动点亮了自己的生活，照亮了自己的前程。同样，他们也通过无言的行动和有爱的体质，也影响着无数憧憬未来和美好的人，从黑暗走向阳光，从消极走向积极。每个人的生命不都是人世间传递美好的最佳的载体吗？让我们一道加油和努力。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云斐夫妇王炸 CP， 以后还有机会可以重来，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已经证明了，都是可以达成心愿的巨大的能量，只是千万不要放松。即便您总也感觉不到这些能量的存在，无妨，这些慢慢汇聚起来的能量
都是足以改变未来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重新带来下一波的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日子苦熬，爱他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